The Genius Act creates a clear and simple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establish and unleash the immense promise of dollar-backed stable coin. 到底 stablecoin 是什么蛙哥？这东西能吃吗？稳定币数位资产的这个浪潮来袭，台湾是否准备好了？稳定币也好，或者是虚拟货币也好，它可以当作是一个投资的标的，但它不光只是一个投资的标的，其实这是一个金融创新的第一步。我觉得我就是非常能够代表一般民众的一个很好的典型。我自己并不是科技业的，其实我是一直都是从事金融银行业。一开始在讲到科技创新，或者现在最为人所知的所谓的 Web 3.0，我自己的第一个想法也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好像是科技业者才会用到的名词啊，技术含量非常高，距离我很遥远。但是其实反过来想，这是一个新的科技结合金融的创新，所以它的影响其实会深刻的影响到所有的普罗大众。不管是不是打算用所谓的虚拟资产来进行投资啊，甚至有些人可能第一个印象是它是一个投机的工具，但是我们希望能扭转这个观念，因为这一股科技结合金融的创新，它将要颠覆的是支付的形态以及将来金融产业的整个面貌，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触的，不管大家愿意或者是不愿意，要积极或者是被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一股浪潮的来袭。我可以不知道怎么样造电脑，我可以不知道怎么样造晶片，但是我不能够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使用电脑。我们这次协会所举办的10月23号这个活动我们所面向的是所有的大众，所以不光只是科技业，也不光只是金融业或者是这个虚拟资产的交易所，我们其实是开放给所有的大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产业主或者是产业的专业人士，我能够了解说，将来我的客户我的上下游厂商可能会面临到他需要用稳定币来支付我的厂商货款，这是一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我是一个个人，我希望能够透过虚拟资产或者是透过稳定币的方式来增加我的投资标的的多样性，我能够面临到的是什么？我也不希望我在错误的观念上做了错误的决定，所以我要有一个正确的管道来了解这股虚拟货币或者是稳定币之下哪些是正规的管道，哪一些是合理的金融监理要求。所以这是作为一个参观者，我们希望他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收获到的知识。那同时，这样子的活动呢，我能够说它会是第一步它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陆续的举办类似的活动，一步一步的加深所有人对于这个议题的了解以及认知，而且透过对话，透过各界的脑力激荡，我们相信对于未来台湾能够发展的方向，大家都会越来越清晰，有一条明确的道路。我们有请到来自产业界的领袖，包括了台科大的林之诚总经理，他是从Web 3.0这个议题开始作为开场，我们也请到了银行台新星光银行的首席经济家，讲述从金融业的产业的这个面向来看稳定币的发展，尤其是在台湾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开始发行稳定币，这对台湾所有的人，不光是银行业，包括所有的产业也好，或者是一般的大众也好，又会产生什么样生活上实质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也不能够自外于法规以及监理的层面，因为这个的确是现在包括政府我相信都很关心的议题。所以我们也请到了台大副教授来讲解从这个金融监管法规的层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
看待以及面对将来对于金融的监管方面，我们该怎么样的接受以及准备拥抱？是不是会有台币的稳定币，或者是国际上的稳定币？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包括了我们也请到了国际的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来提到说，除了台湾之外，世界各地对于稳定币的白皮书，他们所持的看法又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讲者阵容其实非常的坚强。请到了实业的专家，包括金融创新来自纽约的金融创新人士 Anil， 他来讲述从他金融创新创办人的角度，他是怎么样看稳定币对于事实上金融业产生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影响。我们也请到了知名的 YouTuber 脑哥等等来讲讲，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流行、非常夯的话题，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论坛讨论、演讲，可以加深大家对于这个话题的更深刻的认知，而且也可以更深刻的思考一下，每个人都怎么样的看待对于稳定币或者是虚拟资产这股浪潮来临，大家是准备接受洗礼，还是要准备拥抱它？我让林之晨打第一棒，我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说你要讲的让阿嬷都听得懂。